中东的炮火还没散去，黄金却在往下走，避险资产不避险，这本身就是个信号。而今天早晨，金价正一步一步逼近那条所有人都在盯着的生死线4080。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大家好，欢迎来到点金日记，我是您的贵金属向导小金。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周末市场休市。我们回顾上周五那根完整收盘的 K 线，也顺带盯一盯今晨亚盘的开局，然后一起展望这至关重要的一周。郑重提醒一句，本节目所有内容都只是我个人的观察和看法，不构成任何投资、交易或理财建议。市场有风险，您的每一个决策都请独立思考，盈亏自负。在深入之前，先用30秒给你今天的3个核心要点。第一，上周五黄金收在4113.7美元，下跌大约 0.65%， 白银收在 60.16 美元，跌得更狠，接近 1%。 两个品种都还牢牢压在50日和200日均线下方。第二，压制他们的最大推手是油价推升通胀预期，让市场开始压住美联储9月可能加息，美债收益率和美元一起走强。第三，接下来最该盯的是本周二晚上的6月 CPI 通胀数据，还有黄金脚下那条4080的支撑线。好，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把这几点讲透。我们先看整体，上周五整个贵金属板块的情绪可以用4个字形容：外强中干。表面上，中东那边伊朗和以色列的紧张关系又有重新升温的迹象。按老剧本，这种地缘避险情绪应该把金价往上顶才对。可现实是，黄金非但没涨，反而收出一根实实在在的阴线，白银跌得更多。这就带出了我们今天要回答的核心问题：当避险都撑不住金价的时候，到底是什么力量在往下压？黄金和白银这次又为什么走出了不一样的力度？其实，回看这一整周，黄金给人的感觉一直是上有顶、下有底的拉锯。每次它想往上冲，4160就像一堵墙把它挡回来；每次它往下探，4080附近又总有买盘接住。这种反复的窄幅拉锯，看似平淡，实则暗流涌动。因为价格被压缩的越久，一旦有一个足够重磅的消息把平衡打破，随之而来的方向性行情往往就越猛烈。而这个能打破平衡的引信，几乎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就是本周二的那份通胀数据。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平静，更像是数据公布前市场屏住呼吸的那种安静。这里我得先跟大家诚实的对个账，上一期周末的展望里，我把4080这条线称作黄金的生命线，因为它正好是上周五盘中的低点附近。我当时说，守住4080才有反弹4160的机会，一旦有效跌破，下方就要看4040甚至4008。结果呢，今晨亚盘一开盘，金价就直接跳空低开，一路下探到4080.1，现价大约在4084美元附近，几乎是精准的砸在了这条线上。这个判断方向对了，但说实话不算漂亮，因为盘面确实偏弱。不过至少这条关键位，我们提前一天就帮你标了出来，它现在正在接受最严酷的考验。这里还有一个星期一特有的细节，值得单独拎出来说。周末2天，黄金白银的期货是不开盘的。我们能参考的最后一根完整 K 线，就是上周五的收盘。而一到周一早晨，市场重新开门，往往会因为周末累积的消息面出现一个跳空，也就是开盘价直接和上周五的收盘价拉开一段距离。今天就是典型，上周五收在4113.7，今晨开盘大约在4106，然后一路走低到4080附近，等于把上周五那根阴线的弱势直接延续并放大了。这个周末跳空低开本身就是一个偏空的短线信号，说明市场在休市期间消化消息之后，选择用脚投票，继续往下试。好，我们把镜头拉近，
先仔细看黄金。上周五，黄金的完整收盘价是4113.7美元，相比前一个交易日的4140.8美元，下跌了大约27美元，跌幅0.65%。你看它这一周的走势，其实是很典型的高开低走，反复磨底。周三、周四还试图往上够一够4140、4160，到了周五，卖盘再度涌出，把价格重新按了回来。更关键的是位置，现在的金价深深地压在50日均线4318和200日均线4597的下方。这是什么概念？我给你打个比方，均线就像是一段时间里所有买家的平均成本线，价格在均线下方，意味着过去2个月乃至大半年买入的人，绝大多数都还套在里面，头顶上全是等着解套的抛压。这就是为什么每次反弹到4160附近，就有人急着卖出，空头暂时还是掌握着主动权的一方。但我也要提醒你，事情永远有两面。金价虽然弱，可它已经在4080这一带反复盘整了差不多5个星期。有分析机构就指出，卖方一次又一次去压同一个技术底部，却始终没能形成一次决定性的周线级别的破位。这说明什么？说明下方是有真实买盘在承接的。所以现在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多空对峙，跌不动，涨不上去。这种憋了很久的窄幅震荡，往往就是变盘的前夜。往下有效跌破4080是空头的胜利，能重新站上4160，才轮到多头说话。接着看白银，它的故事更刺激一点。上周五，白银收在60.16美元，单日跌幅接近0.97%，明显比黄金那0.65%要凶。为什么白银总是跌得比黄金多，涨得也比黄金猛？这就要说到白银的双重身份了。它一半是避险的贵金属，跟着黄金走；另一半，它是工业金属，光伏、电子、电动车里都要用到它。所以当市场担心经济、担心加息压制需求的时候，白银就会被工业属性拖累，成为黄金那个涨跌都放大的高波动表的。我们可以用金银比价来量化这种强弱，现在大约是4113除以60，也就是68倍上下。这个比值怎么理解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买1盎司黄金需要用掉几盎司白银。这个数字如果继续往上走，说明白银在相对走弱，黄金更抗跌。如果这个比值开始回落，那就是白银在追赶黄金，甚至跑赢的信号。眼下68倍这个位置，处在历史区间偏高的一侧，也就是说，白银相对黄金是被低估，也是偏弱的那一个。对想抄底白银的朋友来说，这既是机会，也是陷阱。便宜是因为它跌得多，而它跌得多，恰恰是因为市场在担心工业需求。这个逻辑不打破，白银的弹性就只会体现在下跌上。那么，究竟是谁在背后按住了黄金和白银？答案主要藏在2个地方：美债收益率和美元。我们一步一步拆解这个传导链条。第一步，最近国际油价上涨，市场开始担心能源成本上升会重新点燃通胀。第二步，通胀预期一升温，交易员们就开始压住。美联储为了压住物价，9月不但不降息，反而有可能加息。这个概率现在被抬到了50%以上。第三步，加息预期一起来，美债收益率就跟着往上冲。上周50年期美债收益率已经涨到了4.56%。那这跟黄金有什么关系呢？关键就在这里，黄金本身是不升息的，你拿着一块金条，它不会给你付利息，而美债会。所以当美债收益率越高，也就是拿着美元能拿到的无风险回报越高，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越大。打个比方，隔壁的存款利息涨到很有吸引力了，你手里这块不产生任何利息的金子，自然就显得没那么香了。再加上美元走强，而黄金是用美元标价的，
美元越贵，同样多的美元能买到的黄金就越多，等于变相压低了金价。收益率和美元这两只手一起往下按，这就是上周五黄金明明有地缘利好，却依然收跌的根本原因。这里我想再帮你把美元这个变量看得更透一点。最近好几家大行，像高盛、汇丰，都在下调欧元，上调美元的预期，逻辑都指向同一个方向。美国经济数据相对有韧性，加上美联储更高更久的高利率，让全球资金更愿意停在美元资产里。美元一强，几乎所有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都会承压，黄金、白银首当其冲。所以你要盯黄金，其实也得顺带瞄一眼美元的脸色。只要美元这波强势不见顶，金价想大涨，就始终隔着一层看不见的天花板。这也是为什么短期我对黄金的看法偏谨慎，不是它自己不行，而是它的对手暂时太强了。说到地缘，我们也简单聊两句。这一周，中东、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确实有再度升级的苗头，市场也一度关注。但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一次避险情绪并没有像以往那样明显的推高金价和美元。有机构分析认为，这是因为当前压在市场头上的是更强的全球债券收益率和更硬的通胀逻辑，地缘这点避险买盘暂时被对冲掉了。这也提醒我们，同样一个消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里，反应可能完全不同。地缘因素目前是潜在的变量，但还不是主导金价的那只手。不过话说回来，避险这条线，我们绝不能因为它这次失灵就彻底忽略。地缘风险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不可预测性。平时它安安静静地待在角落，可一旦某个周末突然出现实质性的升级，比如冲突范围扩大，或者能源运输通道受到直接威胁，那么被压抑已久的避险买盘可能会在极短的时间里集中爆发，把金价瞬间往上顶。所以我的建议是，把地缘当成一份随时可能被激活的看涨期权。它现在不主导行情，但你得把它放在雷达上，尤其是在周末持仓的时候，心里要给这种突发的跳空留一份余地。再来重点说说美联储，这是本周的绝对核心。现在市场的定价逻辑已经从什么时候降息，微妙地切换到了会不会重新加息。这个转变非常关键，核心就是那个词，实际利率，也就是名义利率减掉通胀。你可能会问，为什么盯着实际利率不放？因为它衡量的才是持有黄金真正的隐形成本。如果通胀被油价推高，而美联储又用加息去强硬应对，那么实际利率就会走高，这对不升息的黄金是实打实的压制。更要命的是，本周二，美联储主席沃什还要去国会作证，市场都竖着耳朵，想从他嘴里听到关于利率路径的哪怕一丝线索。如果他的表态偏鹰，也就是更倾向于更高更久的高利率，那黄金短期的压力还会加大。反过来，只要他透露出一点点对经济的担忧，语气偏鸽，超跌的金价就可能迎来一波像样的反抽。这里我想给你一个平衡的视角，市场现在把加息预期压到了50%以上，这本身已经是一种偏极端的定价。换句话说，坏消息可能已经提前反映在价格里了。万一周二的 CPI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烫，甚至还降了温，那么这份过度悲观的预期就会被快速修正，黄金反而可能因为利空出尽而弹起来。所以越是接近数据公布，越不建议重仓去赌单一方向。好，我们把前面的宏观逻辑落到实实在在的价格点位上。先看黄金技术面，下方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就是4080。这里既是上周五的盘中低点，也是过去5周反复争夺的底部。今晨金价已经跌到4080.1去试探它了，这条线可以说是短期多空的生死线。如果它守不住，出现有效跌破，注意是收盘价站不回来的那种有效跌破，
不是盘中插一下，那么下一个目标就要看4040，再往下是4008，而上方的压力第一道在4160，这是这一周反复被压制的位置，只有强势收复它，才谈得上真正的反弹。再上面才是4210，在没有明确突破之前，把它当成一个4080到4160的箱体来对待，是比较稳妥的思路。白银的技术面逻辑类似，但弹性更大。它下方的关键支撑在58.5美元，这是上周的低点区域。如果这里失守，白银可能会加速下探。下一个心理关口在55美元附近。上方呢，第一道阻力在61.5，再往上是62.3。因为白银的波动天然比黄金大，所以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它给出的信号往往更夸张，也更快。如果你在观察白银，就要有心理准备，它的上下影线会比黄金涨得多，别被盘中的剧烈晃动轻易甩下车，也别被它一时的猛涨冲昏头。这里还得补一个常常被忽略，但对金价影响巨大的角色，那就是各国央行。过去1年多，全球央行持续在增持黄金，作为储备多元化的手段，这股力量是金价长期的压舱石。所以你会看到一个有趣的分层，短期收益率和美元说了算，金价被压在均线下方，但只要每一次深跌，下方都有实打实的央行买盘在默默承接，价格就很难无限度的往下走。这也是为什么，即便技术面偏空，我依然主张对下方空间保持一份敬畏，不轻易喊崩盘。短期的弱和长期的强是可以并存的。讲到这里，我必须要停下来，很认真地说一段关于风险的话。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市场最大的特征就是不确定、避险失灵、加息预期反复、地缘时冷时热，任何一个变量的突然变化都可能让价格瞬间反向。所以我恳请每一位朋友，无论你是看多还是看空，都请务必对市场保持一份敬畏，把风险控制放在利润的前面。行情越是纠结，越要保持冷静，越要谨慎，不要因为急着抓住某一波，就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仓位永远是你在这个市场里活下去的最后底气。我再多说一句掏心窝的话，在这种数据密集、方向未明的窗口，最容易犯的错误不是看错方向，而是拿不住和太贪心。行情一震荡，很多人就被上下影线来回打脸，追涨杀跌，最后两头挨耳光。真正稳健的做法是先想清楚，如果我错了，我在哪里认输？把这个问题回答好了，你才有资格去谈利润。记住，在这个市场里，活得久比一时赚得多重要的多。最后，我们来梳理一下今日关注与后市展望。我给你划3个重点。第一是事件，本周的日程排得很满。周二晚上，6月 CPI 通胀数据叠加沃什主席的国会证词，这是本周最大的胜负手。周三有6月 PPI、纽约联储制造业指数和美联储褐皮书。周四是6月零售销售、费城联储指数和每周初请失业金。周五还有6月新屋开工、工业产出以及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整整一周，还穿插着多位美联储官员的讲话。第二是点位，黄金牢牢盯住4080的得失，白银盯住58.5。第三是2种情景，如果 CPI 意外走高，坐实加息预期，黄金大概率跌破4080，去测试4040甚至4008，这是向下的剧本。反过来，如果 CPI 降温，沃什语气偏鸽，那么超跌的黄金完全可能一口气反抽回4160，这是向上的剧本。方向的钥匙就攥在周二晚上那份数据手里。那么问题来了，你觉得今晚到明天，金价会不会真的有效跌破4080这条生死线？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判断。最后的最后，还是那句必须再次强调的话，
以上所有分析都只是我小金的个人观点，不构成任何投资或交易建议。市场瞬息万变，请大家务必独立决策，风险自担，盈亏自负。任何时候都不要忘了谨慎二字。好了，今天的点金日记就到这里。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订阅，再点亮那个小铃铛，这样每天早晨的第一份贵金属早报就能准时送到你面前。我是小金，我们明天继续点金，明天见。